久等了，跳票2次的小白唯品商城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品质自信二手机，官方原厂配件全网折扣低价，这一个就够了，赶紧扫码上车。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我是王炯。今天这期视频，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可以说目前热度最高的魅族16。我们手上这台是 Plus 的一个版本。这台手机自从有消息开始，基本上就被大家誉为魅族的翻身之作啊。这个成不成就看这台机器了。魅友们也是万众期待，而且魅族这次呢也确实不容易啊。给的技术也不少，这个屏下指纹识别还有845处理器，终于拿到了骁龙的旗舰处理器。并且这也应该是魅族有史以来性能最强的一台手机，最主要的还是性价比爆棚，2698这个神秘代码估计你也被刷屏了。OK， 不客观真体验，慌张的大势牛刀魅族16全面测评马上开始。之前在魅族15的测评中，我们说过，这个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接手过的国产机最有质感的一个。质感这个东西呢，确实是有点玄学啊，不太好在视频中直观的表现出来。但是本期视频我们还是第一部分先聊这个比较玄学的质感，分为几个方面跟大家说说这次的魅族16，看看它的质感是不是依旧像15一样。首先在视觉方面，以往的魅族给人小而美的感觉 ，MX2 超窄边框，双料注塑 ，MX3 打磨0.007毫米，精致一直是魅族的一个符号之一。经过这么多年坎坷的成长之后，也没有放弃以往的坚持。16 Plus 在3D 曲面玻璃上采用了一个纳米级的7层真空镀铬技术啊，听着高大上啊，其实呢就是让玻璃看着不那么廉价。简单点说，多了一些陶瓷玉石的温润，提升了一些整机的质感。不过在指纹收集方面也是没有办法喽。好在前后的玻璃上都有这个16层，残留的指纹呢也不会像15那样那么难清理，这一方面是有提升的。质感不仅在外在啊，在系统之中呢，16 Plus 的屏幕采样率高达100赫兹，官方说呢可以带来更加流畅度的滑动体验。实际使用时，全屏手势的过渡动画也挺自然的。长滑返回桌面时，前台的应用会随着手指的滑动而逐渐缩小，还会跟随手指的位置移动，松手之后会快速缩小成应用图标。但是这动画怎么感觉那么熟悉呢？没错 ，iPhone 10就是这样的。不过16 Plus 在长滑进入多任务时，需要大概等待0.5秒，多任务卡片的滑动也有些阻塞不顺畅，实际使用起来较 iPhone 10的那种丝滑感还是要差些意思的。不过在这个级别，这个体验还是相当不错了。16 Plus 这次的外放也是一个宣传重点，选用了更大的振膜，全新的降噪算法，还有超线性扬声器，外放的音质我们主观的感受上还是挺不错的。正好有华为的 P20 Pro 也有超线性扬声器，就拿它们2个对比一下。
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在触觉方面。16系列为了提升手机的触感，取消了屏幕玻璃与金属中框之间的塑料夹层。这个塑料夹层在很多手机上都有，它的存在，一是可以减少屏幕与中框因加工公差存在的缝隙，二是可以在手机跌落时吸收冲击力而保护屏幕。取消了塑料夹层的16 Plus 用了一种曾在 MX4 上出现的点胶悬挂技术，而且当时 MX4 的技术相当不成熟，只要撕开一个小口，甚至可以把整圈胶都给撕下来。不过相当于 MX 肉眼可见的胶条，16 Plus 上的点胶悬挂就窄了非常多，不借助工具肉眼根本看不到。这样的点胶技术既保证了屏幕的安全，也能减少塑料夹层带来的割裂感，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另外，16 Plus 上质感暴增的，那就是和15上同样的 M Engine 了。2.0 在15的系列上呢得到了全新的升级，不过这官方的说法太污了啊。M-Back 还是老样子，轻触返回，重压回到桌面。M Engine 的存在让重压操作的触感与实体按键相媲美。另外，它还加上了类似索尼 XZ2 的动态震动系统，在铃声响起的时候，能够根据铃声的节奏发出相应的震动。初次体验还是很新奇的，只不过它只局限于系统自带的铃声，第三方的铃声现在还不支持。魅族16 Plus 震动是把好手。OK， 质感方面呢，咱们做一个小总结。其实这3个方面呢，可以看出魅族做了还是挺多努力的。但是这次16，尤其是我们手上的这些16 Plus， 在整机的质感上，其实我个人觉得照15是稍稍有些退步的。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它结构上采用了一个中框式的，而不像15与15 Plus 那样金属一体的，在握持的质感上要稍微降低一点。不过这个质感的核心之一 M Engine 还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延续。屏幕方面，魅族都有着一些自己的坚持，从15坚持用16:9的屏幕从国产智能机的开山之作魅族 M8就不惜用上了当年和 iPhone 类似的电容屏再到这个 MX2、MX3、M4 都没有直接采用普通的16:9的屏幕，而是选择了定制的更适合阅读的宽屏幕。当然，这个舆论上当时也是一半一半啊。到现在刘海屏风靡的情况下，16 Plus 也没有在屏幕上做妥协，定制了一个6.5寸的2160×1080的18:9 AMOLED 对称屏幕。左右边框仅为 1.43 毫米，定制的前置组件将额头控制在了7毫米 ，COF 的封装工艺将下巴收窄到了7毫米。这些细节所带来的91%的高屏占比，在你一拿到16 Plus 这台手机的时候，就能马上能感觉到，都是上面带下巴，下边带额头的，你就感觉这个屏占比要高很多。而且不仅没有刘海屏遮挡视野，也不用考虑机械结构的寿命问题。当然，这个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了。一体结构在防水防尘方面呢有不少的优势，不过16 Plus 并不支持防水防尘。但是在基础的屏幕素质方面呢有点小失望，这个最高亮度只有418尼特，在数据库中排名倒数，同屏下最低亮度为400尼特，最大亮度差18尼特，这一点上控制还不错。不过16 Plus 并没有 AMOLED 屏幕上非常常见的峰值亮度功能，这应该算是一个遗憾。在强光下较有峰值亮度的屏幕那就要差很多。另外还有一个小点，就是第一次看到16这台手机的时候，这屏幕感觉就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其实就是在 R 角上。16这次的屏幕 R 角照其他机型调教的是比较大的，导致系统基础信息以上的像素点空白的要比别人多一些。玩游戏的时候，这个过渡比较大的 R 角遮挡的信息也比别人多一些，但它并不影响什么游戏体验就是B4强迫症。在性能续航开始之前，先特别说明，由于开售时间原因，也为了尽快第一时间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小白还没有买到量产版。本期后面的续航性能相关数据呢是基于工程版，系统版本号为 7.1.30A。后续买到量产版之后，数据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更新到小白测评微信数据库，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性能和续航方面，魅友们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高通的旗舰处理器给盼来了。这块我觉得可以放礼花庆祝一下这个迟来的骁龙845的性能大家都有目共睹，之前都错过很多次了这个16的 Plus 的调教还是挺给力的，20个应用2轮打开时间，3次平均耗时113秒，数据库中排名第3，表现不错。应用的打开速度都是飞快，过渡动画也非常流畅，8G 大内存，后台也得到了全部的保留。实际游戏王者荣耀全程满帧，吃鸡默认最高画质 HDR 高清40帧。没想到的是
在我们的多次测试中，吃鸡一直无法满帧运行，帧率波动还是挺大的，最低竟然跌破了30帧，破解画质就更不用说了，最高60帧，最低卡到了10帧。我觉得这可能是魅族第一次来调教骁龙顶级的处理器，在游戏的优化方面呢，还欠缺一些经验。16 Plus 虽然内置了散热铜管，不过骁龙845配上有些糟糕的调度策略，默认画质下最高温度竟然达到了47.1度，在数据库中中等偏下。结合帧率曲线，16 Plus 嘛，这活干的不怎么样，火气还挺大。看来 Flyme 的后期调教工作还有很多要做的。16 Plus 大号的3640毫安时的电池，在同尺寸的手机中不算大电池，在开箱中我们已经说了，16方面呢更是只有3000毫安时的电池，也是比较小的。不过16 Plus 的机身也只有7.3毫米，有得必有失嘛，在同尺寸的手机中算是比较轻薄的了。实际的3小时续航成绩也自然并不太理想，共耗电57%，数据库中排名倒数。虽然我们一开始对16 Plus 的续航并不抱太大希望，但是也没想到这么差啊！查看电池效率，1小时平均耗电692毫安时，这个成绩是要远远高于其他845机型不到500毫安时的耗电量的，直接在数据库中倒数第一了。HTC U12 Plus 倒数第一的宝座终于是让出去了，看来头一次用上骁龙旗舰的魅族，在处理器的调度经验上还是有很多不足的。还是那句话 ，Flyme 的系统优化还是有很多工作要做的。16 Plus 系列标配最高24瓦的充电器，前半小时能充入60%的电量，这个成绩有些厉害了。不过总的耗电还是需要90分钟，在数据库中排名中等，表现一般。平均每分钟充入40.4毫安时电量，速度也是数据库中的中等水平。上面的测试都是基于室温28度的环境下测试的，而剩下的外面的温度绝对不止28度。来，走一波弹幕，你们那儿都多少度了？很多小伙伴都抱怨手机在室外会严重发热，电量也是刷刷的掉。所以我们这次就冒着生命危险啊，在武汉盛夏35度的高温下，体感可能接近40度的情况下，看看各家旗舰在室外刷2分钟微博之后的温度。别看时间很短，但实际的温控差别上还是非常明显的。华为 P20 Pro 46.1摄氏度，小米8 49.3摄氏度，黑鲨也是接近50度。三星 S10 Plus 更是直接破了50度，OV 旗舰这边呢也都是50度左右 ，Find X 更是直接达到了51.3摄氏度，当然也是可以理解的。骁龙845 2.8G 赫兹这么高的主频，也是妥妥的高通火龙第2名了。麒麟970频率比较低啊，表现要稍微好一些。拍照方面，魅族16系列采用的是15同款的 MX380、MX350 传感器 f1.8、f2.6 的光圈，这一堆的旗舰参数，什么4轴光源防抖、激光对焦之类的就不说了，都是最顶级的。而且在发布会上也是都直接对标旗舰机型，也必须承认 MX380 这颗传感器也是目前国产机上除了 P20 Pro 的那个变态定制啊，就是最顶级的。那我们这次就直接对比一下华为 P20 Pro、S10 Plus 和 HTC U12 Plus。至于小米8 1+6 坚果 RE， 由于是完全同样的模组，大家可以参考一下15那期的测评视频。第一组室内静物差别还是非常大的 ，P20 Pro 的色彩饱和度比较高，魅族16 Plus 的颜色和三星 HTC 都是比较素雅，放大左上角的花朵。P20 Pro 画面有些发虚，16 Plus HTC 三星细节还原基本一致，不过多了一些锐化的痕迹，不如三星 HTC 看起来自然一些。这一组还是室内样张，魅族、三星 HTC 画面偏冷，对比度也没有 P20 高，观感上略逊一筹。放大其中的花朵 ，P20 Pro 还是有一些发虚，细节的还原上，魅族16 Plus 和三星 HTC 都是相当，不过在噪点控制上要比三星 HTC 稍微差那么一点。画质出现了颗粒感。第三组大家的色彩差异和刚才类似，照片的动态范围 P20 Pro 也表现一般，画面主头不够亮，高光处也出现了过曝，剩下的魅族和三星 HTC 表现相当。最后一组白天样张，不得不说德沃尔徕卡真的有毒啊！不管什么真实与否，有的时候拍出来的照片确实要好看不少。剩下的三者颜色类似，放大看背景虚化，在这种距离较远的情况下都虚化出了圆形的光斑。不过16 Plus 这个噪点还是有点不太正常。查看参数，快门速度竟然到了1万分之1秒。ISO 209明显高于另外两者，难怪噪点这么严重。第一组夜景样张，16 Plus 画面亮度明显高于其他三者，快门速度放慢到了5分之1秒，比其他三者慢了很多。放大灌木丛，16 Plus 的灯球出现了明显虚影，这种情况在我们测试的多组样张中都存在，还不知道是算法的原因还是镜头的原因。四者的噪点控制和视觉还原差别都不是特别大。下一组16 Plus 和 HTC 色温偏冷，三星、华为偏暖一些。放大青蛙，16 Plus 的画面并没有对上焦，实际拍摄上多张都是同样的情况，剩下的三星、华为、HTC 表现比较正常。最后一组夜景 MX380 这个大地三色的实力发挥了出来，16 Plus 亮度开了超级夜景和 P20 Pro 有的一拼。
画面中心的指示牌白色文字的颜色还原非常不错，细节的把控和噪点上也都非常优秀。不过16 Plus 的边缘画质衰减有些严重，左侧灌木丛成像不够扎实，灯球依旧还是出现了虚影，对比三星还是有差距。相机方面简单总结，16 Plus 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景，整体的成像素质绝对是国产第一梯队，和国际大厂的旗舰也是不遑多让。不过最新发布的系统呢，还是有些细节需要来处理，比如说夜景的画面发虚、边缘画质衰减严重以及虚影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说 ，IMX380这个大底的传感器在夜景方面还是有很多天然的优势的，这 IMX363和519也是有硬件级别的优势。指纹和面部识别方面，魅族16 Plus 这次标配的都是屏下光学指纹，并且同时支持微信和支付宝的指纹支付。实际的录入速度一般，可以说很慢啊。那个实际的解锁速度上呢，照最好的 Nex 还是要略逊一筹。不过在技术方面呢 ，vivo 确实有很长的技术积累。按下之后需要等待那么一下下才能完成解锁，按下之后就快速离开的话，和 Mate X 一样，多数情况下无法完成解锁。有很多杠精会说啊，谁会在乎那么0点几秒啊？那么你想一想 ，iPhone 5S 的实体指纹识别到 iPhone 6S 的，好像也没差多久吧？但是你还愿意用 iPhone 5S 的指纹识别吗？另外，很多小伙伴都好奇，像我们在百问的视频节目中呢，也给大家回答过，就是贴上钢化膜之后是否影响屏下指纹解锁。目前 Nex 16 Plus 还有 Mate X 采用的都是光学指纹，只要你的钢化膜不是逆天的厚，或者不是磨砂的，再或者透光率奇差，理论上多厚的钢化膜都能顺利解锁。实际测试也是如此，普通的钢化膜对指纹解锁没有任何影响。那影响透光性的蓝光膜能不能解锁呢？说干就干，我们立即从某宝上买了一销量最高的蓝光膜，给魅族16贴上之后，实测解锁也非常顺利，没有任何影响。另外，在失手的情况下，屏下指纹目前也都可以解锁，但是如果你手指上的水渍过多，跟实体指纹一样，三者都没法成功解锁了。还有一个好玩的，就是在这个发布会上说的猫爪解锁，我们也专门测试了一下。在这要感谢一下我们的邻居睫毛研究所的美女老板慷慨相助。实际的测试中，华为 Mate X、vivo Nex 还有魅族16 Plus 都可以录入猫的指纹，但是在录入的过程中可是经历了各种波折。不过好在全部都录入成功，解锁的速度都还不错，和正常的指纹没有什么太大差别。这并不是16 Plus 的独家技能啊。16 Plus 在发布会上的一张图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就是在介绍屏幕的时候给出的额头传感器分布图，上面写着红外接收孔和红外发射孔，让我们误以为16 Plus 支持红外人脸解锁，实际在测试中并不行。上面所说的红外发射孔接收口就是普通的光源距离传感器，只是名字比较高级罢了。就像2个字的鼠标也可以叫做计算机显示系统纵横坐标定位指示器。经过我们这段时间的使用呢，16 Plus 给我们的感受呢还是不错的啊。不过在续航游戏方面提升的空间还挺大，尤其是骁龙845的调教上。在15上我们强调的做工质感，在16上也得到了延续，可以说是碾压同级别的竞争对手。在拍照等方面呢，和旗舰机也有一战之列。总的来说算是瑕不掩瑜。最后要强调的那就是它只有2698，你买不到吃亏，买不到上，哎呀，走错片场了，真的是性价比太高了啊，真香！哎呀。Pro 7的惨淡销量把魅族可以说是彻底打入了谷底，年底的15系列像是魅族的救命稻草。好在市场的反馈和消费者的口碑稍微缓解了一下魅族的窘境，在度过了市场以及内部人员的剧烈变动之后，魅族终于又回到了一个比较正常的轨道上。在我们小白村微信公众号的投票里边，只要涉及到魅族的投票基本上没输过，但是在去年底的时候，魅友的投票量是明显要下降的。最近16一发布，魅友在我们的公众号投票量感觉又上来了。黄章重新回归，打磨旗舰产品，李楠又回归全面的营销。16系列在发布之前都有一点生死机的感觉啊，就成不成就看16这台机了。测评完16还是没有让我们失望，夺回市场，挽回魅友。不同于之前的无脑定价，在16发布会前期就在论坛说了，已经把公司和渠道的毛利都压到了最低。发布会之后更是以1块钱的碾压，在科技圈赚足了人气。这2698这个神秘代码也是各种刷屏。从目前的各种评论来看，16魅族能成。不过我们换个角度，从整个行业来看，16这台质感不错的845旗舰确实要晚了不少。2018年既是手机工业进步的一年，也是设计倒退的一年。前者有 Nex、Find X 让大家耳目一新，后者有谁相信大家都比我还清楚啊。
这个在外观设计上的不思进取，强行借用苹果的设计风格，明白人当然会用脚投票了。魅族这次倡导的不乱设计才是最好的设计，但在颜值上就让16在众多国产机中脱颖而出。不过众多早发布的国产机件已经不知道都卖了多少批货了，基本都要到了第2波的降价时候了。16要是能早发那么1-2个月，这个销量和前景一定会更加清楚明朗。况且现在魅族没有 OV 那样铺天盖地宣传的实力，也没有小米的品牌那样深入人心，更没有华为的爱国情怀。酒香也怕巷子深，但是好在产品已经有，如何让它获得更多的曝光量，让更多人知道它的存在，这可能是摆在魅族面前最大的问题。OK， 这期视频呢，我们依旧不是空手来了，为大家准备了一张500元的小白优品商城的代金券，而且我们小白优品商城的小程序，然后也可以在公众号里边进入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用这张代金券呢是零门槛的，你在里边买任何一台手机可以直接抵扣500元现金，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魅族16这几个关键字了。不仅能得到这期视频所有的关键数据，而且也能参与我们的抽奖。后台回复魅族16。另外也再安利一下我们视频中一直出现的我们小白测评微信数据库，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可以查看目前所有上市主流机型的这个关键数据，你想看的基本全都有。除了视频呢，还有我们的新浪微博小白 MTX， 有什么建议、质疑、提问，直接评论，可以私信，也可以第一时间了解我们的测评动向，与我微博互动。不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